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即将踏上一段激动人心的心灵旅程，去探索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塑造我们决策、影响我们行为的神秘力量。这段旅程的指南是一本被誉为影响力圣经的书《影响力心理学 Influence: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》。这本书由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 ·B. 西奥迪尼 （Robert B.） 超迪尼撰写，自1984年首次出版以来，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无数人对说服和影响力的理解。罗伯特 ·B. 西奥迪尼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，被誉为影响力之父。他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耕耘数十年，致力于研究人们是如何被说服的，以及哪些因素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决策。影响力心理学正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。书中揭示了6大影响力原则，这些原则不仅在商业和政治中广泛应用，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。那么，这本书为何如此重要？它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显著的影响呢？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成千上万的决策，从选择早餐吃什么，到决定购买哪款手机，再到如何投资我们的积蓄。每一个决定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，有些是有意识的，而更多的是无意识的。影响力心理学为我们揭开了这些无意识因素的神秘面纱，帮助我们理解自己为何会做出某些选择，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原则来更好地影响他人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够识别出那些在无形中影响你决策的因素，甚至能够运用这些原则来提升你的说服力，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？这正是影响力心理学能够带给你的。它不仅是一本理论书籍，更是一本实践指南，能够帮助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游刃有余。在开始深入探讨书中的内容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答应别人的请求，即使这些请求并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但答案却深刻而复杂。正是这个问题引领我们进入影响力心理学的核心。1. 互惠原则 Reciprocity。 互惠原则是影响力6大原则中的第一条，它指出人们有义务回报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简单来说，如果有人给了我们某种好处，我们就会觉得有义务回报他。从进化的角度来看，互惠原则有助于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。在原始社会中，互惠是生存的关键。今天，这种心理机制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。在商业中，互惠原则被广泛应用。例如，许多公司会提供免费样品或试用装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消费者接受了这些免费的东西，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负债感，从而更有可能购买产品。书中提到一个经典的案例，一位销售员在向客户推销产品时，先送给客户一个小礼物，结果客户的购买意愿显著提高。这是因为客户感受到了互惠的压力，觉得有必要回报销售员的好意。西奥迪尼在书中写道，互惠原则是如此强大，以至于它可以克服我们通常的谨慎和戒备心理。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互惠原则的影响力。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哈雷戴维森 （Harley Davidson） 公司，他们通过组织哈雷车主俱乐部 HOG 活动，为会员提供各种福利和体验，从而增强了客户的忠诚度和归属感。会员们因为感受到了公司的好处，因此更愿意购买哈雷的产品，并为其宣传。2. 承诺与一致原则 Commitment and Consistency。 承诺与一致原则指出，一旦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或选择了某种立场，我们就会受到来自内心和外部的压力，迫使我们言行一致。这种心理机制源于我们渴望保持自我形象的一致性。人们希望被视为有逻辑、有原则的人，因此一旦做出承诺，就会努力去履行。在商业中，公司常常会利用这一原则。例如，健身俱乐部会鼓励新会员签署长期合同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会员做出了承诺，就会更有可能坚持下去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汽车销售员在顾客试驾后，不是立即推销汽车，而是先让顾客填写一份购车意向书。顾客填写后，销售员再进行推销，结果成交率大大提高。这是因为顾客在填写意向书时，已经做出了一个初步的承诺。西奥迪尼指出，一旦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或选择了某种立场，就会有一系列的压力，迫使我们言行一致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承诺的力量是多么强大。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亚马逊的一键购买功能。通过简化购买流程，亚马逊利用承诺与一致原则，鼓励消费者在做出初步决定后，迅速完成购买。3. 社会认同原则 Social Proof。 社会认同原则指出，人们在判断何为正确时，会根据别人的意见和行为来行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常常会跟随他人的脚步。这种心理机制源于我们的社会性。在进化过程中，跟随他人的行为可以提高生存机会。今天，这种心理依然影响着我们的决策。在市场营销中，社会认同原则被广泛应用。例如，
许多广告会展示其他消费者的好评和推荐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增强潜在顾客的购买意愿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餐厅老板在顾客结账时，递给顾客一张写有大多数顾客都会给至少15%小费的卡片，结果顾客给的小费显著增加，这是因为顾客受到了社会认同的影响。西奥迪尼指出，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别人怎么想，这句话揭示了社会认同原则的核心。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YouTube 上的点赞和订阅功能。通过展示其他用户的互动数据， YouTube 利用社会认同原则，鼓励新用户进行类似的互动。4. 喜好原则 Liking。 喜好原则指出，人们更愿意听从他们喜欢的人。这一原则强调了个人魅力和亲和力在说服中的重要性。这种心理机制源于我们的社交本性，人们倾向于与那些让他们感到愉快和舒适的人建立联系。在销售和谈判中，喜好原则被广泛应用。例如，销售员会通过寻找共同点、赞美顾客等方式来增加顾客对他们的好感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保险销售员在拜访客户时，先花时间了解客户的兴趣爱好，并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，结果客户的购买意愿显著提高。西奥迪尼指出，我们喜欢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，以及那些赞美我们的人。这句话揭示了喜好原则的核心。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苹果公司的品牌营销。苹果通过塑造一个富有魅力和创新的品牌形象，吸引了大量忠实的粉丝。这些粉丝因为对品牌的喜好，更愿意购买苹果的产品。5. 权威原则 Authority。 权威原则指出，人们倾向于服从权威人物的命令和指示。这种心理机制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提高服从性和效率。这种心理机制源于我们的社会化过程。在成长过程中，我们被教导要尊重和服从权威人物，如父母、老师等。在商业和领导力中，权威原则被广泛应用。例如，领导者会通过展示专业知识和经验，来增强他们的权威性和影响力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时，先展示了自己的专业背景和经验，结果病人的遵从度显著提高。西奥迪尼指出，在权威的命令下，成年人几乎愿意做任何事。这句话揭示了权威原则的强大影响力。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微软公司的 CEO 萨提亚纳德拉 （Satya Nadella）。通过展示他的技术背景和对行业的深刻理解，纳德拉成功地赢得了员工和投资者的信任。6. 稀缺原则 Scarcity。 稀缺原则指出，人们对那些稀缺或难以获得的东西，往往会赋予更高的价值。这一原则在市场营销中尤为重要。这种心理机制源于我们的损失厌恶心理。人们对失去的恐惧，往往大于对获得的渴望。在销售和促销中，稀缺原则被广泛应用。例如，许多公司会推出限量版产品，或提供限时优惠，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潜在买家，一处房产非常抢手，结果买家立刻提高了出价。这是因为买家感受到了稀缺的压力，担心错过这个机会。西奥迪尼指出，机会越少，价值就越高。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稀缺原则的核心。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亚马逊的闪电促销 （Lightning Deals）。通过提供限时优惠，亚马逊利用稀缺原则，刺激消费者迅速做出购买决定。通过以上对影响力心理学6大原则的深入探讨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原则在塑造我们的决策和行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互惠、承诺与一致、社会认同、喜好、权威和稀缺，这些原则不仅在商业和政治中广泛应用，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刻，不要让这些无形的心理力量继续在暗中操控你的决策。拿起《影响力心理学》这本书，深入学习这些原则，并开始运用它们来提升你的说服力和影响力。记住，知识就是力量，而影响力心理学正是你掌握这种力量的关键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能够识别并用这些原则时，你将能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和成就。无论是在职场中，还是在个人生活中，这些原则都能帮助你更好地影响他人，建立更牢固的人际关系，并实现你的目标。所以，不要犹豫，立即行动，让影响力心理学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的指南，帮助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游刃有余。相信自己，你拥有无限的潜力，而影响力心理学将是你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在阅读这本书后能够获得新的洞察和启发。记住，影响力不仅仅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种艺术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掌握这门艺术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谢谢大家。